这是穿越了。修仙门派，难道在选拔弟子？这套路我熟啊！嘿嘿，这波穿越的福利终于轮到我了，必须把握住。你出列！仙子饶命，小的不想修仙，求您放过小的吧。本座点你是看得起你，敢说半个不字？我操！这天魔宗，尼玛是小说里拿人当修行炉鼎的魔道宗门啊！慢着，那边那个抬起头来。不好。啧，这皮相倒是少见，竟与我宗门神像如此相似。小家伙，3日后你来我洞府，死定了！丁，恭喜宿主激活创识系统，获得初始世界，代号鸿蒙。创识系统，这里就是系统奖励的初始世界。触发新手任务，将一块灵石投入鸿蒙世界，使其充满灵气。任务奖励：炼气巅峰修为。炼气巅峰？开什么玩笑！按照原本字母，青灵任务说是有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大帝6大境界。炼气巅峰虽然只是第一境，但寻常修士苦修10年都未必能达到。只用1块灵石就能换10年苦修，那多完成几个任务，我还不得分分钟成为大帝？可惜这么好的皮囊，脑子却不灵光。算了，换一个。慢着！这位美女，我愿意加入天魔宗。按照原主记忆，唯有成为天魔宗弟子，才能获得灵石。为了炼气巅峰修为，拼了！有胆量！既然你主动送上门，本座就成全你。按宗规，你可获1枚入宗灵石。3日后到本座洞府，若敢逃，抽魂炼魄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不敢。滚去外门领洞府，记住，3日后。这魔门女人根本不给活路啊！3日后谁是炉鼎，还未可知。系统，将这枚灵石投入我的鸿蒙世界。这些小人，他们能看到我？宿主，鸿蒙小世界的时间流度是外界的1000倍，外界1日，小世界内过去近3年。1000倍！丁，新手任务完成，奖励发放中。炼气巅峰，这感觉，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苏月起码是筑基巅峰，比我高一个大境界。想要在3日后活下来，还是得继续完成任务。丁，触发新任务，任务内容：作为神明，向鸿蒙小世界的人族传授修仙文明，并培养出1位化神强者。任务奖励：您可将身体的任意一处或物品变长30公分。培养1位化神？系统，你他娘逗我呢！我一个炼气，你让我培养化神？而且这系统奖励是什么鬼啊？这不是坑爹吗？你见过幼儿园小朋友教出博士后的吗？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丁，建议宿主前往藏经阁寻找修行典籍，藏经阁将修仙文明传授给鸿蒙世界。天魔宗的藏经阁，他能正经吗？
确定咱要进去？哟，这不是苏月师姐找的炉鼎吗？难怪能被苏月师姐选中。我说这位师兄，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啊！听哥一句劝，这玩意儿吃芥末，你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苏月师姐的滋味，等我回头告诉你啊！找死！你一个刚进门的炉鼎，怎么可能？什么玩意儿？还以为是什么大反派，搞半天路人都多余了。果然不正经。这个看着正常点。天地开辟之初，有仙人显化威能，以先天一气唤醒万物。没想到青云大陆刚开始也有一位仙人传法，难道是巧合？修行之道，首重吐纳，引天地灵气入体，打通经脉，凝聚真元，就是他了。先把这修行之法传给鸿蒙世界的小人。小子，给老子出来！刚才我大意了，没有闪，这次你死定了！打不过就摇人，当你爹傻呀？等我去小世界刷点装备，再回来干你们这些逆子。系统走喽！人呢？小子肯定躲起来了，给我搜！绝地3尺也要把他找出来！这时间流速当真恐怖，外界不过半天，这里竟已演变出了语言和文明。本座今日传尔等修仙之法，尔等当潜心修习，不可懈怠。修行之道，首重吐纳，引天地灵气入体，打通经脉，凝聚真元，谓之炼气。炼气之后便是筑基，破雷劫便可结成金丹。直接冲到炼气巅峰，这天赋放在青云大陆也得是妖孽级别吧？筑基了！丁，恭喜宿主成功传法，且发现天之娇女，完成隐藏任务，奖励万年金雷烛。万年金雷烛，其中蕴含辟邪神雷，万法不侵。目测60公分，金雷烛这玩意儿长度越长，威力越强。这根算是炼气期顶级法器，要是再长一点，就能演化成筑基巅峰的法器。是了，培养出一位化神的奖励便是将身体的任意一处或物品变长30公分。既然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化神我培养定了。难道这就是神父所说的天劫？哪来的雷击？赶紧滚！可别伤了我的摇钱树！我操！怎么还加大了剂量啊？我擦嘞！你可不能死！我还指望你带我发家致富呢。对了，赶紧去外界搞丹药，一颗灵石都能让小世界变得灵气充沛，一颗疗伤丹药一定也有奇效。好小子，躲哪儿去了？还敢出来？老铁，有丹药没有？丹药？咋了？你还想用丹药贿赂我？拿出来，都拿出来！赶紧的，疗伤的丹药
全都交出来！哼，一把破竹子也敢拿出来唬人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拿来吧你！舞什么舞？都给我交出来！哎，啊！你们都是好人呐，正瞌睡就来送枕头，谢了啊，兄弟们！回头请你们喝8+1。系统，去小世界。给我追！宗主，宗主，您快醒醒！神父来了！这是神物！青瑶谢过神父，传法之恩，救命之恩，青瑶定铭记在心，日后当为您塑造金身，令后世族人世代供奉。不错，起来吧。总算把我的摇钱树救活了。筑基之后就是金丹，金丹之后就是化神。凭这丫头的妖孽天赋，肯定没问题。到时候系统奖励到手，金雷竹暴涨30公分，足足90公分，还不把苏月那魔女按在地上暴打？神父，您怎么了？本座在思考天地大道，你不懂，继续修行吧，莫要辜负本座期望。不愧是神父，果然深谙大道。我一定要努力修行，不负所望。丁，恭喜宿主青瑶已修至化神境。成了！啊！不愧是老子的摇钱树，这么快就化神了！系统，快给我发奖励，强化金雷竹！来！目测90公分，辟邪神雷的气息比之前强了10倍不止，已经能媲美筑基巅峰的法器了。现在只要我自己步入筑基境，再配合这根强化版金雷竹，拿下苏月那魔女就有10足把握了。撤了，回现实世界修炼去。小世界虽好，时间流速也慢，但在那边我自己没法修行，可惜了，不然在里面闭关个几百年，出来直接无敌。外门弟子燕云听令，苏月师姐召见，命你速速前往揽月洞。这大晚上的，那魔女找我干嘛？不是说好3天吗？这才第2天，难道是夜里？这位师姐，敢问苏月师姐这么晚了找我，所谓何事？去了便知，莫要让师姐久等，后果你担不起。该不会是想跟我畅谈人生吧？啊！这不是我丹藤里的。
大胆！我天魔宗的神父金身，岂是你一个外门弟子说碰就碰的？若非看在你这张脸的份上，刚才那一掌就已经要了你的命。苏月师姐，咱们天魔宗的祖师爷是谁？师弟我仰慕天魔宗已久，实在好奇。我天魔宗开派祖师，自然是青瑶女帝。青瑶女帝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晦气！早就看出来你脑子不正常。原来如此，我体内代号鸿蒙的小世界就是千万年前的青云大陆。我那棵宝贝摇钱树居然是天魔宗的祖师爷，这尼玛的魔宗不就是我的地盘吗？也罢，看在你品相还算不错的份上，方才的冒犯不与你计较。随我来。去哪儿？放心，不会吃了你。你家祖师爷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你这个徒子徒孙，还不得乖乖叫我一声祖师爷？罢了罢了，先进去看看这魔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情况不妙啊，这么大阵仗。宗主，人带到了。果然一表人才，眉眼之间倒与女帝金身有几分相似。宗主说笑了，就他这个歪瓜裂枣，也配跟神父相提并论？不过是皮相尚可罢了。小友，实不相瞒，眼下我天魔宗遇见一桩大麻烦，还请小友相助。干嘛？提前说好，我只卖身不卖艺。哦，不对，只卖艺不卖身。小友说笑了，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我天魔宗的祖师爷乃是青瑶女帝。千年前，女帝曾留下预言，说千年后天魔宗将大祸临头。如今时限将至，我等想唤醒女帝元神，应对即将到来的浩劫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来！你丫打上瘾了！自然有关系，唯有你成为本座的炉鼎，以你的全部修为为引，才能激活我体内的女帝元神碎片，唤醒青瑶女帝。妈的，说了半天，还不是缠老子的身子！宗主，准备大阵，起阵。起！拿我当炉鼎，只怕你们祖师爷不敢收啊！祖师爷不敢收，你一个将死之人，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，侮辱我天魔宗祖师！一个刚入门的弟子，怎会有炼气巅峰的修为，还有筑基巅峰级别的法器？月儿，不要再耽搁了，抓紧时间。很好，这法宝是我的了，你的人也是我的。月儿，动手，将他的神魂抽出，纳入你丹田，献给祖师。青瑶，还不滚出来见我！
敢对祖师爷出言不敬，触怒祖师爷显灵，我这就宰了你，拿你的人头给祖师爷赔罪！祖师爷的元神竟然无故苏醒了！弟子厉千雪拜见祖师爷！拜见祖师爷！青瑶见了本尊，为何不拜？放肆！祖师爷面前还敢口出狂言！来人，给我将此人拿下！我看谁敢！青瑶拜见神父，弟子救驾来迟，请神父责罚。祖师爷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只是个刚入宗门的外门弟子，您怎么会拜他？是啊，祖师爷，此人是我亲自从山门外挑选的炉鼎，绝不可能是什么神父。祖师爷饶命！弟子知错了。你们这是在指责本尊老眼昏花，连青云大陆的主人都分不清了。青云大陆的主人，况且神父混迹于凡俗之间，所为皆是感悟天地大道。你们这点浅薄的眼界，也配妄加揣测？这个逼张大了，不知道青瑶现在是什么境界，该不会能看穿我的秘密吧？青瑶，不知者无罪。本座不过是闲来无事，跟这些小辈玩玩罢了，不必动怒。这家伙到底施了什么邪术？我的探查绝不会错，他体内灵根驳杂不堪，分明就是个废物。我一定要找机会拆穿他。既然神父开口，弟子便饶过他们。从今日起，整个天魔宗以神父为尊，任何人不得违抗神父法旨，否则形神俱灭。青瑶，你如今是什么境界？回神父，弟子当年为抵挡岁月消磨，主动舍弃了大地修为，如今只剩下化神境界，让神父见笑了。化神？开什么玩笑！我才炼气巅峰，这可怎么拿捏得住啊？万一这姑奶奶发现我是个水货，或者想过河拆桥，我这小命不就交代了？怎么感觉神父怪怪的？似乎真只是一个普通的炼气修士。神父行事向来高深莫测，还是静观其变，再做定夺。神父大人，都是我等有眼无珠，先前多有冒犯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从今往后，您就是我们天魔宗的天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天魔宗上下所有人皆听您调遣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干什么都行。神父，属下虽然敬您，但这话得说清楚，有些事儿是不行的。想哪儿去了？给本尊准备一间最好的洞府，本尊要闭关悟道。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提升实力。我虽然能在丹田小空间里呼风唤雨，可这千万年后的青云大陆，我根本操控不了。在小世界里我是神，可在这儿，我只是个炼气巅峰的菜鸟。不用青瑶出手，他随便一个徒子徒孙都能把我碾死。必须尽快找到破局的办法。明白，属下这就安排。你亲自送神父去天罗殿。神父，请随弟子来。
祖师爷，弟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必说了，本尊不是傻子，这个神父确实有些问题。神父，这便是天罗殿，弟子就在殿外守候，随叫随到，任何事您都可以吩咐。若我真是货真价实的神父，殿外站着的就是守护，可我是个水货，那就是监视了。这女修寸步不离地守在门外，我连跑路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行，必须想办法立威，至少要让天魔宗有所忌惮，不敢轻易对我动手。青瑶那娘们儿已经在怀疑我了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看来还得靠我的鸿蒙小世界。系统，去小世界。距离上次青瑶突破化神，已经过去数百年了，连天魔宗都建起来了。今日本尊开宗立派，创建天魔宗。日后天魔宗上下，只为更好效力神父而存。谨遵宗主法旨。青瑶，拜见神父。拜见神父。青瑶都化神巅峰了，还差半步就要步入大帝之境。我已经化神巅峰，还差半步便可步入大帝之境，居然还是看不穿神父的修为。神父果然深不可测。神父，弟子终于把您盼来了。还是这个时代的青瑶更讨人喜欢啊。很好。在丹田世界里，不仅我是无敌的存在，就连我的金雷烛威力也暴涨了无数倍。这座雷霆阵法，本座送给你天魔宗，作为宗门宝库阵法。除了历任宗主与本座，任何人无法踏入这阵法半步。多谢神父，多谢神父。来人，速将宗门所有宝物、灵丹、法器，全部移入神父所赐宝库之中。遵令。你就谢了，等我出去，就给你把宝库全倒了。到时候，天魔宗千年底蕴，统统都是我的。丁，触发新任务，宿主修为达到筑基巅峰，即可解放鸿蒙世界生命之权柄，届时可创造神话生命为己所用。创造神话生命。
是有了这个权柄，直接在小世界里创造4大神兽，回青云大陆后调动神兽，那不得装一波更大的？回去，这就回青云大陆，去取我放在天魔宗的宝库。青瑶，本座还有要事，先走一步了。恭送神父。如何了？回祖师爷，手下的人在天罗殿外寸步不离，并未发现神父有什么异样。神父进去后一直未出，殿内也无任何动静。派苏月那个小家伙去试探。祖师爷，苏月修为不过筑基巅峰，万一惹怒神父，神父的权柄远比大帝还要强。若他真有恶意，你我皆如蝼蚁。让苏月去，不过是想看看神父究竟在打什么算盘。遵命。你究竟是不是他？神父，哼，宝库，我来了。神父，宗主让我过来问，长夜漫漫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来得正好，我目前只是练气境，自己去宝库肯定会惊动天魔宗，不如找个见证人，光明正大进去。妹子，你家宗主都跪了，你难道没有点表示？苏月，拜见神父。先让你小子得意，等我揪出你假冒神父的证据，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。起来吧。神父有何吩咐？收拾一下。去哪儿？闲来无事，去你们天魔宗的宝库逛。怎么，不带路？果然是个冒牌货，堂堂神父，连我一个筑基期的传音符都察觉不到，废物到了这种地步，你敢来天魔宗招摇撞骗？待会儿让你好看！宗主，那骗子要去天雷宝库。祖师爷，怎么办？他要逛我天魔宗宝库，肯定没安好心。慌什么？天雷宝库乃是万年前神父亲手布下的恩赐，内有神父威能加持。你可知我天魔宗为何能在青云大陆屹立万年不倒？正因为这座宝库，宝库外的天雷禁制，除历任宗主与神父本人之外，便是大帝亲临，也休想踏入半步。若是那烟云能进宝库，说明神父身份无误，我天魔宗自当以全宗之力恭敬侍奉。若是他进不去，那本尊便亲自出手搜魂，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又是如何骗过本尊的。这里便是我天魔宗的天雷宝库，除神父与历任宗主之外，任何人胆敢靠近，都会被天雷轰成飞灰。神父，请进吧。是不是玩得过火了？
如今过去了千万年，万一这神雷不灵了，我岂不是得消耗重开？怎么，神父莫不是怕了？装，继续装，等天雷劈下来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装得下去。果然是假的，自寻死路。果然没猜错，这宝库的天雷出自我的金雷烛。孙子见了爷爷，不缩回去才怪。小月子，你就在外面候着吧，本座进去转转，顺便检查一下你们天魔宗这万年来的家底攒得怎么样了，可别偷懒打瞌睡啊！可恶，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法子。祖师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手里的竹子……辟邪神雷，那是神父的本命法器。万年前，神父便是以此竹定天地浩劫，法宝做不了假，天雷禁制更做不了假。能在天雷禁制中来去自如的，唯有神父副本尊。那他真的是神父？只是神父为何会变得如此平平无奇？他的修为，他的气息，与万年前判若两人。难道真是为了感悟大道，自封了修为？祖师爷，既然神父现在修为如此低微，我们不趁这个机会直接动手，您若能夺了他的权柄，说不定您也能成为这青云大陆的主人。住口！弟子失言，祖师爷息怒。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神尊与我有造化之恩，他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我自会弄清楚。但在弄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许轻举妄动。祖师爷，所言极是。青云大陆的主人，有点意思。这么一来，青瑶那小妮子应该打消了顾虑，不敢贸然对我出手了。只要我再突破到筑基巅峰，获得创造生命的权柄，就能去丹田世界造几个护身神兽出来。到时候他再想动我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哈哈哈哈！天魔宗万年的家底全在这儿了，上品法器赤霄剑，剑身自带烈焰真火，筑基修士碰一下都得脱层皮。锁魂镜能定人神魂，金丹以下都得空出3息。这玩意儿阴人无敌啊！这空气里的灵气浓的都快滴水了，全都是我的，统统都是我的。极品灵石就这么一块，抵得上普通修士苦修10年。刚才我用金雷烛喝退了天雷，青瑶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会再来试探。趁这个机会，先把修为冲上去再说。丁，恭喜宿主突破至筑基巅峰，获得创造生命权。终于成了！创造生命，这就去小世界里秀一波。
正在密室闭关，未能远迎，请神父大人恕罪。厉千雪，这不是天魔宗那个老谋深算的女宗主吗？小时候居然这么可爱。若是我现在直接将这天魔宗从小世界中抹去，那千万年后就没有青瑶，也没有厉千雪，更没有卢鼎这一劫了，所有麻烦不就一了百了了？不行，眼下的一切尚在掌握之中，若贸然改变因果，搅乱了时间线，到时候冒出来的不天魔宗，而是千魔宗、万魔宗，那就彻底玩脱了。况且这天魔宗虽说是魔宗，但满门上下全是美女，倒也赏心悦目。算了，先按原计划行事，把这小世界的生灵造出来，再回现实装一波。小千雪，你继续修炼，本座今日另有要事。原来如此。今日，本座创四神兽，守护此方世界四方天地。东方青龙，在邪恶；西方白虎。南方，朱雀；北方，玄武；神父创四神兽，护佑苍生，弟子拜服。这便是神父的大神通。倘若有朝一日，我也能拥有如此威力。青瑶，好生修行。大地之境，在世人眼中或许遥不可及，但在本座眼中，也不过是蝼蚁罢了。待你突破大地之日，本座再传你更高深的功法。弟子谨记神父教诲。不愧是生命权柄，仅仅是创造这4头神兽，就已经让我精力不济。但凡再多造一头，怕是要被直接炸成人干。不过收获也是实打实的。4神兽镇守四方，小世界的天道秩序稳固了不少。等他们成长起来，我在这小世界就真有了底牌。触发紧急主线任务，域外天魔将在1月后降临鸿蒙小世界，请宿主在1月内突破至金丹巅峰，提升鸿蒙世界等级，解锁隐藏能力，以对抗天魔。任务失败，鸿蒙小世界崩溃，宿主神魂俱灭。系统，你整我吧！1个月，从筑基巅峰到金丹巅峰，你知道金丹是什么概念吗？你还当我是青瑶那个妖孽？任务要求已明确，若1月后未能达成，域外天魔将摧毁鸿蒙小世界，宿主必死。现实世界那边，青瑶那娘们还在试探我，随时可能翻脸。小世界这边又冒出个域外天魔，1个月搞不定就要神魂俱灭，内忧外患，这还怎么玩？
也罢，幸亏我提前创造了4神兽，足够镇住天魔宗了。现在整个天魔宗的资源都随我调用，1个月从筑基巅峰炒到金丹巅峰，未尝不可。闭关这么久，是时候出去逛逛了。恭迎神父出关。恭喜神父，仅用短短1个月便突破至筑基巅峰，神父果然天资卓绝，我等望尘莫及。这小丫头小时候那么可爱，长大了嘴怎么这么欠？你见过筑基境界的神父吗？分明是在拿话试探我。筑基也好，金丹也罢，不过是过眼云烟。本座此番自封修为入世修行，便是想重新体验一番从凡俗到巅峰的乐趣。境界高低不值一提。神父，弟子有一事相求。近期天魔宗遭其余几大魔门联手打压，对方来势汹汹，恐有大劫降临。厉千雪此番唤醒我，正是为了应对此劫。奈何弟子近日修行出了些岔子，元气未复，不便出手。不知神父能否出手，助我天魔宗度过此劫？修行出了岔子，编得还挺像那么回事。这分明就是想借机试探我的真实实力吧？几个跳梁小手罢了，只要他们敢来，本座替你打发了就是。天魔宗称霸青云大陆千百年，我魔焰门和圣魔宗早就看不惯了。今日我二宗联手，便是要你天魔宗俯首称臣。交出天雷宝库中的秘藏，从此天魔宗向我二宗年年进贡，否则今日血洗天魔峰。放肆！在我天魔宗山门前大放厥词，你们是嫌命长了？哟，这不是青瑶女帝吗？若你还是当年的大帝修为，我们兄弟二人自然不敢放肆。可如今你的境界都跌落到化神了，还敢在我们面前摆谱？青瑶，那个姓厉的女娃娃不过金丹巅峰，其余的长老连化神中期都没几个。老夫劝你识相一点，你们天魔宗现在有一个能打的吗？就这点家底，也配跟我们二宗叫板？神父，弟子无能，让外人欺上门来，还请神父出手，为天魔宗做主。我靠，2个化神后期，我刚放完狠话，你们就来砸场子啊？都他妈会卡点是吧？演戏演全套，你们倒是给老子留点彩排时间啊！这就是你们天魔宗的救兵，一个筑基巅峰的毛头小子。青瑶，你修为跌了，脑子也跌了不成？区区2只蝼蚁，也配让本座亲自出手？黄口小儿，
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本尊先拿你祭旗！放肆！四神兽何在？这是青云大陆的4大远古神尊。4大神尊不是都已经闭关了吗？怎会响应一个筑基修士的号令？这个冒牌货连4大神尊也能召唤。幸亏老子留了一手，要不是在小世界里提前造了这4个家伙，今天这出戏还真唱不下来。2个化神后期，随便一个都能把我碾成渣。2个小辈胆敢对本座出手，胆子不小啊！杀你们这种货色都嫌脏了本座的手。这4个是我的宠物，你们先陪他们玩玩吧。宠物！4大远古神尊是他的宠物。不可能！4大神尊傲立于青云大陆万年，连大帝都未必能驱使，区区一个筑基修士怎能号令他们？这一定是幻术！赤焰道友，你我联手，且看老夫破了这幻术！哼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黄口小儿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饶命！神尊饶命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曾经是我创造了此方世界，你说我是谁？青瑶，你他妈坑我！啊！你没说让我们对付的是神父。我去！
这小妮子绝对隐藏了实力，弹指间秒杀2个化神后期，这哪里是化神境界能有的战力？就算不是大帝，至少也是半步大帝。如果他现在突然出手，死神兽未必拦得住。半步大帝的速度和爆发力，不是4个化神境神兽能挡的。弟子护卫不力，让外人惊扰了神父，请神父责罚。又是试探，杀了2个化神还不够，还要继续探我的底。与其这样被他一步步试探，早晚露出马脚，不如搏一把。还要的是神父的威严，那我就给他。青瑶，你的胆子未免太大了，区区几个蝼蚁也敢带到本座面前来聒噪。弟子不敢。既不敢，那本座便罚你闭关万年，面壁思过。若你心中不服，大可现在就向本座出手，让本座看看这1000万年来你到底有多大长进。神父息怒，那2人与弟子毫无干系，定是临死前血口喷神，妄图挑拨离间。弟子万万不敢对神父有半分逾越之心，求神父明鉴。还好唬住了，真他妈险，后背都湿透了。念你初犯，本座不与你计较，但若再有下次，本座不介意替这青云大陆清理门户。弟子不敢，绝不会有下次。祖师爷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看看你出的馊主意，神父差一点就把我灭了，此事以后不许再提。可是祖师爷，您有没有发现，从始至终神父都没有亲自出手？他若真有当年的伟力，何必换来4大神尊？直接动手岂不是更简单？神父行事自有深意，岂是你等可以妄加揣测的？此事以后不许再提。苏月，宗主，交给我吧。不管他是不是真是神父，我一定要把他的秘密挖出来。经过此事，想必青瑶那小妮子不会再轻易试探了。趁这个机会，得赶紧结丹，提升修为，好应对1个月后的域外天魔。只是我刚突破到筑基巅峰，境界尚未完全稳固，想要短时间内再结拟丹，只能借助外物了。欲成9转金丹，结丹之时需以万年血参为引，以其磅礴血气护住丹田经脉，方可承受金丹凝聚时的天地灵力灌体，100%节省金丹。万年血参，对旁人来说的确是稀世罕见之物，连天魔宗的宝库里都没有存货，真正的可遇不可求。但对我来说，小世界时间流速是外界的1000倍，我自己种一株不就完事了？神父，苏月求见。这小妮子跑来干嘛？刚在外面还没被吓够，又来做什么妖？
进来。神父，弟子此次前来是蝎子有眼无珠，对神父多有冒犯，言语不敬。今日亲眼见神父召唤4大神尊，才知道自己目光短浅，错得离谱。弟子愿服侍神父万年，以赎先前之罪，求神父恕罪。演技不错，可惜变脸太快，一看就不是真心。刚才在外面还对我龇牙咧嘴，现在就跑来表忠心，当我傻吗？服侍就不用了，本座不需要。不过，本座正好有件事要举办，去帮本座找一株血参来，普通年份的就行。弟子遵命。结丹秘法，这家伙是想用万年血参结丹，可他要普通年份的做什么？先种血参，再结金丹，1个月来得及。神父，弟子昨夜翻遍了灵药库，找到一株3年份的血参，不知是否合用？不错，算是挺利索。没别的事了，下去吧。3年份，够了。在小世界里种上，出来就是万年血参。系统进入鸿蒙小世界。凭空消失了，不是遁术，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他去哪儿了？还得想法子将此物隐藏，方便万年后的我亲自取来。收工，回去见证奇迹。应该就在这里了。成了！货真价实的万年血伤，有这东西，九转金丹稳了。这不是我给他的那株3年血参吗？他只是消失了一瞬间，再出现就变成了万年血参。3年变万年，世间根本没有这种术法。他身上也有大秘密，说不定这就是他伪装成神父的真正底牌。只要我挠着祖师这个面，拆穿出你这个骗子的真面目，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装。接下来就是突破到金丹了。旁人结丹是将体内灵气化作金丹，
而我体内全靠着丹田小世界，理应是将小世界化作我的金丹。他的丹田里怎么有个球？那不是法器，也不是什么术法虚影，那分明是一方独立的世界。不会错，山川河流，云海翻涌，那分明是一方真实的世界。他的丹田里怎么会有一个世界？小世界便是我的金丹，结成金丹就在此时。他现在正在结丹的关键时刻，防备必然松懈，趁这个机会潜入那方世界，说不定就能找到他假冒神父的证据。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去了，算了，应该是血山的血气波动。这真的是一方完整的世界，不是幻术，不是阵法，是真实存在的天地。天魔宗，那个家伙的丹田世界里，居然有一座天魔宗，这怎么可能？啊！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我天魔宗山门前鬼鬼祟祟？宗主，弟子苏月参见宗主。你叫我什么？宗主？我才刚刚成年，哪是什么宗主啊？我天魔宗的宗主是青瑶祖师，你可别乱叫，让祖师听见了，非得罚我去后山劈柴不可。他说青瑶祖师是天魔宗宗主，千雪宗主才刚刚成年。敢问姑娘，今年是何年？青云历97000年。怎么了？你连这个都不记得？青云历97000年。那是距今10000年前。你没事吧？脸色好难看。那家伙丹田里的世界，居然是10000年前的青云大陆。不对，如果那家伙真是神父，怎么可能连我在窗外窥探都毫无察觉？要么他是故意装作不知道，引我上钩；要么他因为某种缘由失去了真正的权柄，现在不过是个空有神父之名的纸老虎。这可是惊天大秘密，一个失去了权柄的神父，却还霸占着青云大陆之主的位子。若我现在就告诉这个时代的青瑶祖师，让他早做筹谋，万年后待那家伙彻底衰落，我天魔宗便能抢占先机，让此方世界彻底归属天魔宗。姑娘，我有天大的要事，必须立刻面见青瑶祖师，快带我去见他。你到底是何人？张口就要见祖师，总得有个名号吧？我叫苏月，是从极远之地来的修士。此事关乎天魔宗万年后存亡，关乎青瑶祖师的根基，一刻也耽搁不得。求你信我。好，你随我来。金丹成。金丹境界终于成了！
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境界，小世界天地秩序稳固，世界壁垒加厚，借待生灵唯有力竭飞升，方可破界而出，寻常手段再难随意进出。很好，小世界壁垒加厚，外敌难以入侵。域外天魔想动我的世界也没那么容易了。待我再闭关一段时间，突破到金丹后期，便能正面迎战那域外天魔。旁人结丹是颗丸子，我倒好，切了整个世界进去。不过也好，世界不灭，金丹不碎，这买卖划算。天云，你困我万年，待我冲破封印，定将你挫骨扬灰，神魂永镇九幽。不是姐，你谁啊？你竟敢装作不认识我！好，好，好！你如今权柄尽失，连记忆都丢了吗？1月之后，我必亲临此界，让你形神俱灭。此方世界是时候易主了。莫名其妙，滚滚滚，别扫本座的兴。青龙，给我震了！小菜鸡。好了，回去吧。跳梁小丑罢了，不值一提。神父，那人适才只是一道迅影，但气息之强，恐怕已在大地之上。若他真如所言，1月后亲临，我等该如何应对？大地之上，我操，这么牛！我刚才声音是不是大了点儿？不对，系统说域外天魔1月后入侵，这疯婆子也说1月会来找我，你们组队来刷经验的是吧？行了，本座自会想办法。神父，若您真有力所不及之处，大可交给我等青云大陆众强者来应对。弟子虽不才，也愿为神父分忧。他说本座权柄尽失，你信？弟子不敢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尼玛，这次真是摊上大事了！大地之上啊，打个毛线！我穿越过来勤勤恳升级，低调做人，连个蚂蚁都没踩死过，从未树敌。这人一口咬定是我困了他万年，问题肯定出在小世界。系统进小世界，现在就去查个水落石出。千雪姑娘，你方才说神父曾降临此界，你亲眼见过他？那是自然，我还同时有幸见过神父一面。当时他随手一挥，便创造出4大神尊，可厉害了。在这个时代，那家伙还没有失去权柄，连4大神兽都是他亲手创造的。看来我得万分小心，绝不能在这个世界的烟云面前暴露身份。快看，神父又显灵灵了。这就是那小子在这个世界的真实姿态。糟了，他该不是发现我溜进来了，专程来找我的吧？
以他现在的权柄，动动手指就能让我灰飞烟灭。不行，得先跑。你看，神父去了祖师那边，你运气真好，刚来就能亲眼见到神分。咦，奇怪，刚才还在这儿的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弟子不知神父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请神父恕罪。我闭关之处设有9重禁制，神父竟能无声无息禁制直接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依旧深不可测。青瑶，本座问你，最近此方世界可有什么奇怪的人出现，或者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？回神父，弟子一直在密室闭关，并未察觉有何异样。天魔宗上下一切如常，4大神尊也各安其位，并无不妥。弟子厉千雪拜见神父。神父方才问奇怪的人，弟子今日在山门外倒是遇见了一个，那女子确实挺奇怪的。什么女子？说清楚！那女子长什么样？什么修为？她身披淡粉色长裙，修为大概是筑基巅峰，说话古里古怪的，还嚷嚷着要见祖师，说有关于天魔宗万年存亡的大事禀报。筑基巅峰，还要见青瑶？难道真是那个疯女人？不管是不是，都得警惕起来，先把人揪出来再说。神父向来从容不迫，什么样的女子竟能让他如此戒备？青瑶，立刻传令全宗务必找到那个女子，此事关乎天魔宗乃至此界存亡，潜入者极有可能是域外天魔。域外天魔？弟子这就去办，定将那天魔揪出来。小世界里的事交给青瑶，以他大帝修为和天魔宗的势力，抓一个筑基巅峰的蝼蚁不在话下。我得先回青云大陆继续提升实力，只剩2个月了。即日起，全宗封山，全部弟子出动，全力抓捕域外天魔。谨遵法旨。燕云为了抓我一个筑基修士，居然动用全宗之力。你给我等着，只要我苏月没死，有朝一日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还剩2个月，金丹初期到金丹后期，这修行的事也太难了吧！天魔宗的宝库都快被我榨干了。丁，建议宿主前往幽冥深渊，此乃万年前神魔大战留下的禁地，内部灵气浓度是外界的100倍，在其中修行可事半功倍，但需注意，幽冥深渊凶险万分，稍有不慎便有陨落之危。100倍灵气，你怎么不早说？神父深夜匆匆出门，这是要去哪儿？系统说幽冥深渊凶险万分，我一个人去确实不太保险。眼前这妮子虽然喜欢试探我，但战力货真价实，半步大帝的修为，简直是现成的免费保镖。本座要去一趟幽冥深渊。幽冥深渊，神父，你不是说那里万万不可？无需多言，再叫上千雪那小丫头，还有苏月的那妮子。神父当年亲口告诫，幽冥深渊藏有大恐怖，便是大帝亲至也有去无回。如今却要带着我等小辈进去，神父的心思当真难猜，但一定有他深意。弟子遵命。不过苏月那丫头不知去向，恐怕……那就叫上千雪，立刻出发。幽冥深渊，那可是千万年的禁区，神父这是要踏平那里？废话，对咱们来说禁地，对神父来说就是后花园。没看4大神尊都听他的吗？神父终于要对幽冥深渊下手了，不愧是我天魔宗供奉的神父。半步大帝当保镖，天魔宗非洲开道，这阵仗应该够谨慎了吧？只要不遇上大帝级别的怪物，以青瑶的战力足够应付，千万不能阴沟里翻船。出发！果然，我的虚影把他吓怕了。这才刚显化一道分身，他就迫不及待想斩草除根了吗？烟云，你来的正好，我陪你这个废物神父好好玩玩。这地方框外围就这么渗人，里面的凶险怕是比系统说的只多不少。
万一撞上大帝级别的老怪物，青瑶未必兜得住。保险起见，不如先去万年前探探底，知己知彼，也好防患未然。系统进小世界。神符不见了，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也没有遁术痕迹，凭空消失，连我都捕捉不到一丝轨迹。神父的手段当真是超越了此界法则的范畴。不必惊慌，神父自有要事，我等在此静候便是。这地方就是万年后寸草不生的幽冥深渊。大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路。谁能想到，万年之后，这会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无间地狱？奇怪，刚才明明感觉有人在看我。可恶！这家将我困在此方世界整整1000年了，居然还是不肯放过我。不过也好，我转修邪道，窃取天地之力，只要献祭了全城，将境界一举推至大地，到那时区区神父又能奈我何？这种气息和万年后的幽冥深渊如出一辙，看来真有东西混进小世界了。别让我抓到你！还真是幽冥深渊的力量。神父，这股力量阴邪至极，弟子闻所未闻，绝非此界应有之物。青瑶，本座之前交代你找的那个女子，找到了吗？弟子无能，那才人太过滑溜，不仅精通我天魔宗功法，还自创了一门诡异邪术。弟子为捕之时一时大意，被他钻了空子逃脱，请神父责罚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什么长相？姓名不知，只知对方有一颗朱砂泪痣，如今已是化神境界，但手段诡异，远超铜镜。3日后，你来我洞府。泪痣，精通天魔宗功法，莫非是他？不对，苏月那妮子怎能跑到小世界来了？燕云，你困我1000年，今日我将毁了你这方世界！原来如此，看来你就是系统说的域外天魔，还真是贴切。这么说来，万年后幽冥深渊里那个被困在锁链上的疯女人也是你。什么万年后？我今日就要吞了此方世界，用你的世界助我成就大地之外。就凭你，怕是不够格。不够格，你试试便知。这瘴气能腐蚀我的护体真元。大胆贼人，速速束手就擒，本座或可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！青瑶祖师，我尊过你，敬过你。当年在天魔宗山门前，我得知那家伙的秘密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到你，将这惊天秘闻与你分享。我满心以为你我联手便能夺取此方天地，空创万世基业。可你呢？整整1000年，你像条忠犬一样对我围追堵截，你宁愿当这家伙的爪牙，也不肯与我并肩。救命啊！
半步大帝，退下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神父，弟子的一切都是您给予，这天地是您所创，这修为是您所授，弟子怎能躲在您身后？这个时代的青瑶心思如此单纯，对我掏心掏肺，可万年后的他，却时时刻刻在试探我、捕捉我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的攻击太邪性，闻所未闻，似乎对我等修士天生的克制。这股瘴气里竟然蕴含了我凝聚金丹时散逸的一丝本源力量。苏月那妮子不知用了什么邪术，将这股力量喂养成了这种诡异的变异瘴气，难怪在此方世界里如鱼得水。你的功法被他的邪术克制，打下去也是徒劳。这邪物身上有我当年遗留的力量，旁人克制不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是谁？这就是神父真正的力量吗？还有什么手段，一并使出来吧。燕云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我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献祭此城，助我成就大帝，我可以力导心魔血誓，从此不再与你为敌。第二，我引爆半步大帝的修为，将这瘴气种遍整个大陆，到时候不止这一城，你辛辛苦苦创造的世界都将化为炼狱。娘亲，娘亲你在哪儿？奶奶害怕。选吧，神父大人，你是要这一城之人，还是要这整个天下？一城之人，还是整个天下？我选你死！此方世界是我的心血，每一个生灵都是我亲手种下的种子。他们是活生生的人，有父母，有儿女，有牵挂，有期盼。我既是他们的神父，便有守护之责。你拿他们的命来要挟我，那便只有一个下场。死！神父赢了，神父救了我们，神父万岁！大哥哥好厉害！神父小心！一起死！青瑶，此方世界之外，怎么还有一个我？可恶！既然没法一起死，那就先献祭你一城。待我先献祭此城，踏入大地之境，看你还能奈我何！伤口止不住，这瘴气在吞噬他的生机。我若现在抽手，他立刻就会死。神父，别管我。闭嘴！苏月，你罪该万死！罪该万死！等我吞了这一城，踏入大地之境，
以邪术修成不死不灭身，届时你又能奈我何？岂有此理！丁，恭喜宿主在抵御域外天魔时突破至金丹巅峰，获得神秘奖励法则权柄。法则权柄来得正好。此戒禁法。不可能！我的邪术呢？你做了什么？杀你，太便宜你了。邪魔当囚禁，以万年岁月洗漱冤屈。叶云，你困不住我！万年之后，我必冲破封印，将你挫骨扬灰！神父，那贼人罪大恶极，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你以为我不想杀吗？系统给的法则权柄是借用此方世界的天地之力，禁法、囚禁都行，偏偏没有杀伤煞力。说白了就是权限狗，能封号能禁言，就是不能删号。死，太过便宜他。此魔吞噬一成生灵，罪孽滔天，当以万年囚禁之刑慢慢赎罪。至于彻底诛杀，时机未到。可神父，您适才说万年之后他会冲破封印，届时又该如何？万年之后，自有万年之后的解法。你先把伤养好。这邪术的力量太过诡异，残留的瘴气会持续吞噬你的修为，若不加以遏制，你的境界会被它慢慢蚕食殆尽。多谢神父关心，弟子可压制修为至大地之下，借岁月的消磨将它化去。从今日起，此地列为禁区，任何事不得踏足。里面的邪瘴之气万年内不会消散，擅入者必死。弟子领旨，弟子会命天魔宗世代看守此地，绝不让任何人靠近。本打算进小世界探探幽冥深渊的底细，结果倒好，亲身经历一遍所谓的神魔大战，还亲眼看着奉天城变成了幽冥深渊。这就是因果吗？也罢，此地事了，是时候回现世，彻底解决现实中的苏月了。恭送神父。青瑶啊青瑶，你可真是条忠心的佛狗！什么东西，从我身体里滚出去！我就是你，深渊的力量，心底的贪言的贪恋与邪欲放大了千百倍。从你被刺穿的那一刻起，我便与你共生生。妖言惑众，休想蛊惑于我！蛊惑？你适才亲眼所见，那道空间裂缝之外，是另一片与此一模一样的天地，甚至连另个你都活活生生站在那边。你可曾想过，你敬仰的神父大人，此刻怕是已经回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世界，而你们不过是他豢养在笼笼中的猪狗罢了。住口！不许对神父不敬！那我问你，你就不想成为此方世界真的主人？你就不想去看看裂缝之外到底是什么？青瑶，你分明心动了，何必自欺欺人？神父，你回来了！恭喜神父，短短片刻便修为精进，弟子佩服。这个时代的青瑶，我都分不清她是真心恭维还是阴阳怪气哦。小世界里那个为我挡刀的单纯丫头，怎么就变成了眼前个笑里藏刀的老狐狸？果然岁月不饶人啊！
苏月，出来谈谈。苏月，神父说的是我徒儿苏月。神父，苏月不过筑基巅峰，怎会在此处？月儿，他不是才筑基巅峰吗？怎会有大地修为？又怎会在这幽冥深渊里？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。当年在小世界里，我对你们百般表明身份，你们却对我围追堵截，恨不得将我挫骨扬灰。小世界？什么小世界？你在说什么？当然，我贸然出现在万年前，你们不信也正常。但青瑶祖师，你与我一样，被这邪瘴之气侵染了整整万年。我在这深渊中日夜承受瘴气噬体之苦，你呢？你体内的瘴毒，党真从未发作过。你能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难道就半点没有动摇过？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烟云早就失去了神父权柄，如今他不过是个金丹期的纸老虎。你我联手，四方天地唾手可得。他但凡敢拍我一掌，我立刻遁入小世界，先把他万年前那个单纯版青瑶给灭了，看他还敢不敢造次。妖女，住口！我与你不一样，神父缔造此方世界，我等皆是神父子民。你那些妄念是以下犯上，是弑父，与妖魔畜生何异？众弟子听令，随我诛杀此魔！是。星瑶，我好心邀你共享天下，你竟冥顽不灵！苏月，怎么，神父大人终于要亲自出手了？可惜你如今这点修为，连我的瘴气都挡不住。是吗？这是什么？丁，恭喜宿主成功镇压外天魔，彻底坐镇此方世界，可返回现世登临神位，获得完整神明权柄。完整神明权柄？这竟跟万年前的威压如出一辙。现在你还觉得本座没有权柄？恭迎神父归位。不可能！我早在深渊中窥探了你整万年。你分明权柄尽失，连筑基期的小辈都险些要了你的命，你怎么可能重登临神位？不好意思，那只是我闲着无聊逗你玩而已。现在嘛，懒得陪你玩了。此处禁止挪移。你当真恢复了权柄？万年前，一城之人被你献祭，苏月，你说我该怎么处置呢？处置我？烟云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
苏月便是形神俱灭，也绝不会让你如愿。这具皮囊困了万年，今日便让他与你同而于尽。还要自爆，大帝自爆，方圆万里都会化为飞灰。来不及了！这瘴气在吞噬整个青云大陆。这下坏了。丁，触发紧急任务，青云大陆被幽冥之气污染，天地秩序正在崩坏，请宿主在10日内彻底净化瘴气，否则大陆将彻底湮灭。宿主作为此界神父，将与世界一同消亡。10日，净化整个大陆的瘴气，系统你还真是每次都在刷新难度上限啊！神父，这瘴气极其诡异，万年前便有一缕瘴气侵入了弟子体内，不断放大心底的杂念，连弟子都需要全力压制。若是寻常修士沾染，恐怕当场就会被欲望吞噬。这些年苦了你了。未能为贤士分忧，弟子心中愧疚。但如今之计，若瘴气持续扩散，恐怕其他修士难以保持清明。事已至此，先回天魔宗，再想解决办法。当年害我兄长，今日便偿命来！这些人平时都是安分守己的修士和百姓，现在却被瘴气蒙蔽了心智，像疯了一样。10日之内，必须找到净化瘴气的办法，否则不等这世界自己湮灭，大家就先互相残杀殆尽了。都给我住手！若换在过去，这些人胆敢在山门前自相残杀，本座必然一剑斩之。如今他们不过是被心魔裹挟，所作所为皆非自愿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弟子说，他们皆非自愿。不是这句，你说过去。过去。我丹田里的小世界，就是过去的青云大陆。在那里，苏月已经被我关押，瘴气还没扩散，一切都还没发生。神父，你……我要回到过去，从源头解决这件事。跨越时空，逆转因果，这等手段已超出了此界任何法则的范畴。厉千雪，看好宗门。星瑶，替我护法，
小世界，走你！距离奉天城被毁，又过去了1000年。此界天地，听我号令，俗月何在？现！找到你了，神父，求求你杀了我！我体内有东西，他一直在跟我说话，他用我的身体做那些事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可我拦不住他。求你杀了我，别让他再利用我。从他体内滚出来！滚出来！这世界迟早都是本座的，凭什么听你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什么？我原本是你丹田世界上空的一缕先天之气，结丹之时将我散溢出来，本该是你这方世界的天道意志，可你却夺我的权柄，我便只能化作幽冥瘴气，继续在这女人的丹田，日夜受她杂念侵蚀。燕云，我才是这方世界真正的主人，你该死！出来！区区一缕异变的先天之气，也敢自称天道？你以为我就这点筹谋？不好！燕云，本座原本打算用万年时间慢慢蚕食此方世界，将这奉天城废墟中的每一缕瘴气都渗透进大陆地脉，届时此界天道自然易主。没想到你竟提前找上门来，倒是省了本座不少功夫。既然你这么急着送死，那便手底下见真教吧。幽冥，听我号令！花里胡哨！不对劲，我的法则全掌，怎么感觉被什么东西削弱了？禁法！禁法！你的法则权柄如今还剩几成？丁，警告：域外天魔潜伏1000年，已窃取此方世界部分权柄，宿主当前法则掌控力下降至70%。1000年时间，这家伙在幽冥深渊里不只是在寄生苏月，他一直在暗中渗透这方世的天道权柄。燕云，你以为本座这些年在幽冥深渊里是闲着的？实话告诉你，本座将幽冥瘴气一尺一尺地渗透进此方世界的地脉，1000年来从未间断。其实，这魔头说的不是大话，确实夺走。再打下去，我的法则之力会被他一步步蚕食殆尽。燕云，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装什么高深莫测，你不过就是个侥幸获得创世系统的普通修士。本座是你丹田世界里诞生的先天之气，你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本座也算是另一个你。夺你的神父权柄，对本座而言，轻而易举。看来情况确实不妙，先撤，回去再想办法。
别白费力气了，既然来了此方世界，就永远留下来吧。末日降临。这便是你的底牌吗？千年前的魔头，竟又卷土重来了。连神父都落入下风，此方世界今日怕是要完了。看吧，你们这方世界所谓的神父也不过如此。待我本体夺得权柄，此界便是我囊中之物。青瑶，你还要为他卖命到何时？放肆！你压不住我，你心底的念头我比谁都清楚。神父，系统，离开小世界。警告，空间通道已被幽冥之力封锁，无法折返。空被封，法则被削，看来今日真要鱼死网破了。天地有难，苍生同担。我辈修士立于世间，岂有让神父孤身迎敌之劳？神父，弟子来迟。我青云3修虽神父信徒，然天地养育之恩岂可报？愿随神父共诛此魔。神父，此界生灵皆是您亲手所创，今日他们愿与您并肩。你们，燕云，指望这群蝼蚁救你，一堆筑基炼器的废物，连本座一缕瘴气都扛不住，也配站在本座面前？哦，哎呦！蝼蚁，此界开辟之初，天地间只有混沌，是我亲手拿来灵石引出第一缕灵气，开创修行之逆天法门。但让这方世界真正活过来的是你们，是你们建造城池、开辟山林、传承道法、养育后代。你们不是蝼蚁，你们是此界真正的主人。今日魔头窃据天地，妄图毁我山河，本座就问一句，你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那就随本座诛了此魔。嘴皮子倒是利索，既然你们找死，本座就成全你们。幽冥吞天，清明震。此界震起！法则阵法，众修士随我入阵。
一群蝼蚁，本座岂会被你们困住？岂有此理！燕云，你以为捆住本座就赢了？本座夺了你3成权柄。既然你要赶尽杀绝，那就一起死！本座用这3成法则权柄为代价封印此方世界，从今往后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你和你这群蝼蚁，统统给本座陪葬！所有人，备好！赢了！我等诛了此魔！师父万岁！师父万岁！师父万岁！魔头自爆事小，那3成权柄化作封印才是大麻烦。空间通道被封，我现在是真回不去了。神父，苏月，混沌魔头因你而生，此方世界因你而封，你罪有应得，就在此面壁思过，以万年为期，静心悔改。弟子谨遵神父法旨。先回天魔宗，本座有要事与你相商。莫非神父都知道了？弟子遵命。恭迎神父，恭迎宗主。青瑶，本座问你，混沌魔头自爆之时，你可曾感应到什么异常？神父何出此言？那魔头口口声声说他窃取了本座3成法则权柄，可他自爆之后封印确实形成了，但那股法则之力去了哪里？本座起初以为那3成权柄尽数化作了封印，可细细想来，封印笼罩的是整个小世界，它的力量源头却并非来自那3成法则，而是混沌魔头万年积攒的幽冥瘴气。也就是说，那3成法则权柄还在，就在此方世界的某个角落。本座怀疑混沌魔头根本没有彻底死绝，否则未来的因果早已改变，本座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神父是说您能通晓过去未来？本座非通晓未来，本座就是从未来而来。万年之后，幽冥瘴气侵蚀整座青云大陆，生灵涂炭，修士自相残杀。本座横跨时空长河，回到这万年前的过去，只为寻一线解救之法。弟子愚钝，不能尽懂神父所言，但弟子知道神父所行事必是为方天地，为芸芸众生。弟子愿尽全力效助。神父方才所料不差，混沌魔头确实没有死绝。在哪儿？就在弟子体内。1000年前那一战，苏月的邪刃刺穿了弟子的胸口，混沌魔的本源便顺着伤口潜入弟子丹田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弟子体内潜伏壮大，以弟子心底的杂宁为食。弟子用尽手段也只能压制，无法勘除。神尊，您若要拯救未来的青云大陆，便请在此刻将弟子连同那魔头一并击杀。弟子绝无怨言。这下麻烦了，青瑶体内的魔头残魂若是清除不了，便会一直潜伏万年，直到寄生到苏月身上。后世那场浩劫的源头，竟在这里。燕云，你果然追查到了这里。来呀，动手啊！
你那一竹子劈下来，本座这缕残魂果然灰飞烟灭，但你的乖徒儿也得跟着一起死。烟云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若杀了青瑶，后世的因果便会全部崩塌。天魔宗是谁开创的？你的金身是谁供奉的？青云大陆万年来的格局是谁奠定的？青瑶是大帝，大帝因果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他若死在此刻，因果反噬足以让方世界天崩地裂。你不敢，你不敢！神父，弟子求你不要再犹豫了。如今之计，唯有将弟子与魔头一并斩杀，方可永绝后患。烟云，你的乖徒儿都比你明白，可惜你下不了这个手。检测到混沌魔头残魂以宿主3成法则全榜为根基，既是在青瑶体内，宿主可调动法则全榜，将魔头与青瑶本质重构切割，使其一分为二。烟云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？你若有本事，早就使出来了。本座赌你拿我没办法，拿这丫头没办法，拿这番天地英雄没办法。说完了。你说本座不敢，那便试试。这是什么手段？忍着点儿，本座这就将这畜生从你体内剥离出来。你休想！本座与他的灵根早已为为一体，强行剥离，他的修为也会跟着废裂。与灵根为为一体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那3成法则权柄是本座的东西，你不过是寄居其中的寄生虫罢了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找得到本座的每一根触手？这丫头的灵根，本座研究了1000年，早已跟本座不分彼我。你把我救出来又如何？本座还有后手，本座早就留了后手。后手？那3成法则权柄，先还回来，剩下的账慢慢算。丁，法则权柄回收中，当前回收进度1成、2成、3成，法则权柄已全部回收，宿主当前法则掌控力100%。烟云，你等着，本座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能走吗？跑的倒是挺快。神父，他要去幽冥深渊。这是关押苏月的地方。烟云，你以为你把本座从这丫头体内剥离出来，本座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吗？走开！别靠近我！烟云，你还是来晚了一步。神父，救救我！
蠢货，你跑哪儿不好，偏偏跑回他的身体里。本座刚才从青瑶体内剥离你的时候，顺便在他体内留了一道辟邪神雷。你以为苏月体内就没有？你小子竟早就有所防备，到底是上什么时候啊？你没资格问。花里胡哨。我不该你！我与这魔头日夜共处千年，深知此物，此物乃瘴气之源所化。若不以蛮力摧毁，而是以灵气蕴养，便可化作净天金河。届时，此物可净化一切幽冥瘴气，令被污染的天地重回清明。丁，温馨提示：因果不可大幅修改，否则世界会崩溃。看来千年后的现实世界必须经此一遭了。神父，我知您来自后世，定是我在后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之事，才让您跨越时空来此。如今魔头已除，我心智清明，绝不会再作恶，只求您杀了我，一书前罪。要形成净天金河，你现在还不能死。若你此时身陨，今天失去与你体内残余瘴气的感应，便会沦为一块废石。倘若万年后的幽冥深渊席卷大陆，便再无解药。继续在此待着，千年后，按你原本所想，灭世。什么？弟子领命。丁，警告：世界意识已被宿主抹杀，鸿蒙小世界失去运转核心，即将崩溃。倒计时1刻钟。世界意识，那混沌魔头还真是此方世界的意识。正是。先天之气所化的天道意识虽被侵蚀变异，但始终维持着世界运转。如今它已消散，此界法则崩塌，万物将归于混沌。怎么补救？唯有宿主亲自登临神位，化身此方世界新的最高神，以自身意志取代天道，方可稳住世界。那就来吧。神父，您若化作世界意识，您自己会怎样？此界天地，听我号令，定。神父，苏月，记住你答应我的事。神父放心，千年之后，弟子定不负您所托。看来时机到了。万年之后的天魔宗山门前，需要一个从零开始的验云。去吧。塑造生命。主人，请指示。你就充当他的系统吧。该发任务的时候发任务，该给奖励的时候给奖励，别让他起疑。明白。
我这是穿越了。初恋，仙子饶命，小的不想修仙，求您放过小。啧，这皮相倒是少见。死定了！丁，恭喜宿主激活创始。小子，给老子出来！刚才我大意了，没有闪，这次你死定了！这是青云大陆的4大远古神尊。弟子护卫不力，今权柄尽失，连记忆都丢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树灵所集中血。祖师爷，已经是第9日了，外面的瘴气已经扩散到了大陆东境，各大宗门都乱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整个青云大陆就……神父他真的能成功吗？能。是啊，他说过他可以，就一定可以。我信了他万年，不差这10天。神父，已经第9日了，您到底在哪儿？神父，青瑶，万年前我留下一道神谕，便是为了今日。这是万年前，苏月以1000年孤独为代价，将瘴气之源蕴养为此物。他造下的孽，以1000年囚禁来还。如今便用它来净化这片天地吧。娘亲，天亮了。我刚才怎么了？天终于亮了。弟子青瑶带青云大陆亿万生灵，多谢神父救世之恩。多谢神父救世之恩。起来吧。神父，弟子有疑问。说吧。我们还能再见吗？也许吧。我辈修史当以苍生为念，我天魔宗改名烟云宗，便是要让后世弟子记住这座宗门因神父烟云而生，也当以他的名号行正道于天下。祖师，神父大人真的像传说里那么厉害吗？他啊，明明有通天彻地的本事，偏生喜欢装成一副不靠谱的模样，嘴硬心软，为了救无辜百姓，宁可拿自己去填天道的窟窿。说来也奇怪，明明只相处了短短数日，却叫人记挂了整整万年。背后说人好话，不像你的风格。神父！烟云，我们没完！